近日，北京动物园近40岁的朱鹮平平离世。本该是野生动物保护的温馨故事，却瞬间变成政治黑色幽默的爆点。网民留言直指习近平，从一路走好到熬不住了，什么时候改朝换代？白羽红冠，陕西同乡，150岁长寿梦碎。再加铁板图预言，这只鸟的死像一面镜子，映出民怨沸腾的中国。经济崩溃，街头血案，连和尚都逆袭。当底层绝望从键盘外溢到现实，改朝换代真的会来吗？还是历史又将重演那场民不聊生的巨变？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师局，我是袁成。2025年12月1号，北京动物园官方微博发布消息说，平平这位创造了近40岁长寿奇迹的朱鹮，已在安详中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怀念平平与我们在一起的欢乐时光，愿平平安息。配图是一只全身雪白、头顶红冠、眼神疲惫的老鸟。文章说，平平是在1986年4月9号出生的，同年5月17号被送往北京，开始了长达近40年的人工饲养生涯。由于朱鹮天性神经质，极易受惊乱撞，北京动物园当年为了保护刚到来的平平，对饲养环境进行了全面改造，以防平平发神经时弄伤自己。活了近40年的平平是世界上最长寿的人工饲养朱鹮。据《新京报》2023年报道，当年37岁的平平已经超越了日本朱鹮今36岁的长寿纪录。用人类寿命换算，他的年龄已经超过120岁。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天，动物园为他庆祝了39岁生日。平平的死亡本应是一则普通动物园消息，但却迅速被民间赋予政治联想。一些网民留言说，平平一路走好，陕西的平平死了，一路走好。没活到150岁，只活了120岁。器官没移植成功，平平终于走了，这是不是大部分人的心声？以为喜从天降，原来说的是个鸟。为什么不是那个平？建议给平平开个追悼会，新称呼平平。这些讯息的共通点很明显，网民借朱鹮平平的离世联想到另一位平。为何舆情瞬间爆炸？原因主要来自3个高度重合的象征：一、名字同音同字，平平 vs 平。网民给习近平起了很多外号，其中一个叫猪头平，而朱鹮平平连起来读就成了朱鹮平，两者的发音只差中间一个字。二是两人都来自陕西，朱鹮平平出生于陕西洋县，习近平的籍贯也是陕西。三是两人的岁数，朱鹮平平的岁数换算成人类的已经超过了120岁，而习近平在今年93阅兵前曾经对普京说，有人预测人类可能活到150岁。这些特点让人很容易把两者联系起来，白羽红冠，铁板图再添联想。朱鹮平平的外观也让整起事件产生更多象征意味。朱鹮的体色有2个极为鲜明的特征，全身雪白，头部却是鲜红色。正因如此，网民立即联想到中国民间流传多年的寓言图铁板图。图中描述4只黑鸟飞过山谷，而第5只则是白羽鸟，它没有飞过去，而是撞死在山壁上了，血流将它的头部染成红色。画中死去的白鸟被解读为毛、邓、江、胡之后的第5代领导人习近平，因为习的正体字拆开就是白色的羽毛。评论人士也指出，铁板图中的白羽之鸟寓意亡党之君，因为执拗保党，下场凄惨。此外，民间还流传一种说法，中共蛇始蛇终，意指中共见证于属蛇的毛泽东也将终结于属蛇的习近平。因此，不少留言直接写道，这个时间点太巧了，是否意味着某种象征？就这样，网民硬生生地把一个正准备大吹特吹的中国长寿鸟奇迹，变成了一个集体吐槽他那个陕西老乡的黑色幽默。鸟已经翘辫子了，
他还能熬到150岁吗？接下来插入一段工商时间，我们大时局频道会及时追踪各种重大新闻。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我和我们团队的人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服务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服务器，然后由同一台服务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但知道您的来源 IP， 也知道您连去哪里。这意味着，只要那台服务器有风险，您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2台服务器转送。第一台只知道您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知道您要连的目的地。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您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服务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快最近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用在手机、电脑、平板，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2年方案享65折优惠，输入我们节目的专属优惠码大时局，再打9折，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适用。赶紧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购买。从朱鹮萍萍之死可以看出一个现象，只要社会上稍有一点风吹草动，哪怕只是动物园的一则讣告，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那个萍。这种几乎条件反射式的政治联想，背后是一个简单而残酷的原因：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真的熬不下去了。稍早前 X 账号雪柔发帖说，国内有无数人在问，今年能改朝换代吗？熬不下去了。有人肯定的回应，应该能，气数已尽，非换不可。这个帖子的点击量达到了近170万。这句熬不下去了之所以能引发如此大的共鸣，不仅是因为政治压抑，也是因为现实生活真正难以为继。经济压力像山一样压下来，工作丢了，钱包空了，医疗买不起，完全没保障，希望遥遥无期。疫情3年后，本以为能喘口气，结果房地产崩盘，失业率飙升，外企撤离，外交孤立，让普通人连躺平都躺不下。孩子上学要花几十万，老人看病要卖房，年轻人结不起婚，连生孩子都要被社区逼问为什么不生3胎。11月30号，湖南滨州市北湖区永新烟花零售店发生燃爆，火光冲天，整座房子被炸毁。随后39岁的店主彭姓男子直播喝农药轻生，说自己一直被多名公务人员索要财物，而经营许可证却办不下来。他在一个微信群组里留言说，赶紧去华泰城看放烟花，我们下辈子见。此前，彭店主在向官方发出的检举信中说，我不是不想守法，是他们不给我活路。日子过到这份上，大家下意识地盼望他出事，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因为那似乎是唯一能有些改变的可能。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底色下，任何看似无关的事件都可能被理解为信号，街头冲突是信号，突发命案是信号，网文被删是信号，乃至一只老朱鹮的死亡也能成为信号。舆论情绪的底线已被现实一再逼近。其实，中国改朝换代的现象早已出现。如果说熬不住了只是情绪，那么最近几天连续出现的多起社会事件，已经把这种情绪转化为赤裸裸的现实。12月6号，海南三亚大东海沙滩发生持刀杀人案，52岁的男子任某某和3名外省务工者因2年前的车辆刮蹭旧怨再次起冲突，情绪失控，用水果刀刺死3人。当天晚上，微信号三亚老李在朋友圈发文说，刚刚刷到大东海那个拿刀的视频，吓死我了。那人昨天中午还在我摊位买了2个椰子，
他跟我说房租又涨了，老婆跟人跑了，孩子说不读了要打工，他一个人活得没意思。我当时还笑他想不开，说大不了回老家种地。现在想想，我才是真想不开，他不是想不开，是真的走投无路了。本是微不足道的小摩擦，却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下演变成3条人命的悲剧。这类案件在今年越发频繁，反映的不只是个人情绪，而是整体社会戾气的全面攀升。就在三亚血案的前一天，12月5号下午5点，广州花都龙珠路杏林花园附近发生严重的汽车撞行人事件，死伤惨重。当一个社会开始频繁出现无差别攻击，意味着个体承受的压力已经超过了能被制度吸收的极限。同一天上午，上海虹口区广陵2路380弄爆发军民冲突，事件起因是军方派遣穿着防爆装备的军人进入老旧社区执行所谓配合旧改的强拆任务。现场影片显示，身着防备装备的海军军人手持盾牌、警棍，与手无寸铁的居民激烈推搡，老人卧倒在警车前，用身体筑起防线。年轻居民高喊军人犯法，与民同罪，不要做坏人的替罪羊，不要脸，欺负老百姓算什么本事？场面一度失控，甚至出现踩踏风险。虹口区广陵2路380弄不是普通的社区，而是海军基地家属院，曾经象征军民一家。如今，这起事件成了民心巨变的象征。曾被视为最忠诚的群体，已经开始用行动向权力说不，显示中共所谓的基石正在崩裂。当一个国家的街头开始频繁出现随机暴力，当军人出现在拆迁现场，当互不相识的人因生活压力随时可能变成加害者或受害者，这就不是治安问题，而是制度危机。换句话说，社会已经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发出警告，这套系统撑不住了。回望中国2000年历史，每一次王朝走到末路，社会最先展现的往往是民心的瓦解。汉末，宦官与外戚争权，朝政腐败，百姓哀叹，苛政猛于虎。最终，黄巾之乱揭开了东汉的终局。唐末，藩镇割据，民生凋敝，京城流言四起，人心惶惶，被史家记为天下将乱的前兆。北宋末年，连年的赋役压垮农民，盗贼四起。史书写道：民不聊生，盼天变以求薪。明末也是如此，饥荒、税赋、瘟疫、通货膨胀交织，底层的低吼百姓苦里，百姓苦诛，比官员的奏章更早宣告朝代的崩塌。清末更明显，从天津教案到各地械斗、义和团，再到民变四起，都是统治秩序断裂前的必然表象。除了民心离散之外，历史还留下另一条耐人寻味的规律：当一个政权即将迎来重大转折，社会底层常会先出现非政治化的疯狂，无序互害、冷漠、恐惧和暴力事件激增。这些乱象乍看与政治无关，但往往比宫廷风云更早透露出变局的气息。在明末，饥荒和苛政叠加，不仅是反政府的起义增多，民间互相抢夺，村落之间械斗也越演越烈，有史学家称为社会整体的病变。清末也是如此，义和团的疯狂迷信、地方械斗、民间报复暴力，都在王朝崩溃前10多年就现出端倪。进入中共执政之后，类似的现象也是重复上演。上世纪70年代，文革末期，邓小平改革前夕，社会秩序全面崩溃，盗窃、斗殴、互害案件暴增。有人多年后回忆，那是一个法律名存实亡的阶段，整个社会像在等待一场巨变的到来。本世纪初，江泽民末期，在三讲和镇压气氛中，地方贪腐恶化，治安恶化，民间暴力案件激增，黑恶势力和官员勾连的新闻频频曝光。有人回忆说，很多人都感觉那个秩序要撑不住了。不久后，江泽民被迫交出军权，历史翻篇。而今天，类似的反常迹象正在密集出现，民怨累积到临界点，
任何小事件都能引爆情绪，社会治安恶化，无差别暴力事件增多，明抗官的现象也越来越多。这些案件之间没有组织，没有政治诉求，但却共享一个共同的基础：情绪失控，秩序失灵，长期压抑的社会张力突然爆裂。历史反复证明，当国家治理体系失能，民生困厄难解，社会会率先呈现精神性崩裂和彼此伤害的乱象，而这往往正是巨变来临前阴冷但却精准的预兆。12月7号，抖音有人冲塔发布，他出场时误以为他是神，中途他獠牙出现，才知他是鬼，如今他撕掉伪装，才知他是恶魔。评论区众网友纷纷点赞。12月1号，社交平台上突然流传出一篇异常的文章，由深圳弘法寺官方微信发布，题为逆袭而行，方见光明。全文只上线短短几个小时，便被全网删除。尽管原作已经找不到了，但题目所蕴含的含义立即引发讨论。深圳弘法寺在中共的宗教系统内一向是维稳样板，他的公开讲话向来谨慎而保守，但这篇文章却用逆袭、光明等敏感字眼，迅速引爆网络。有网友贴文说，连出和尚都无法忍受了，都站出来讽刺习近平了。中国灭共第一寺，出家人都敢开口了，说明山雨欲来。寺院从来是风向标，寺院敢说话，表示民间怨气已到极限。从一只猪环的死亡，到街头互害，再到寺院逆风除恶习，这些看起来彼此无关的碎片，如今在中国社会的底层情绪中连成了一条线。它们指向同一个事实：中国民众的忍耐已经逼近极限，而政权的控制正在失去效用。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